我正在今天要进去充电，他告诉我，因为我的车子是特斯拉，往旁边靠一点。我正在要进去充电。特斯拉，你信？不得进入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周边，还有军事领地周边的停车场。开特斯拉的人就是特殊人群，不是来办事的。不属于社会停车场，懂了吗？不属于社会，这是哪里的车子？比亚迪是哪里的车子？这是为了市民的便民，因为你们有个哨兵模式。特斯拉难道就不是市民吗？可以不在这边充电。我为什么不在这边充电？对，但这个停车场特殊性有它的特殊性。它有什么特殊性？请告诉我。它在政府周边。你既然给我开放了，给市民充电的，为什么不让特斯拉进？我的特斯拉是有哨兵模式，是不是？你知不知道现在所有的新能源车子都有哨兵模式？襄阳的特斯拉车主，你们看过来啊！这个地方以后你们不用来了啊，因为来了你们也进不了啊。来，给你们看一下啊，来看一下，特斯拉禁止入内。襄阳还有哪些地方特斯拉不能进的？评论区打出来啊！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刚才影片当中的是特斯拉的车主在中国又遇上麻烦了，停车场不让他进入，这种事情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很多地方都纷纷的 copy， 开始都限制特斯拉的进入啊，包括一些根本不是什么敏感地区，就像这个视频当中，它就是一个市民广场的停车场，结果也不让它进入。这个不让特斯拉进入这件事情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现场警察来了，居然还支持这个停车场不让特斯拉进入，而且还找了一大堆的理由，说半天也都是口头上说一说而已啊，没有实际的政府的要求、法律条文，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派出所的民警他个人的看法，他也可以使用他的强制力去执行这条所谓的法规，他想象出来的法规。一方面是他怕担责任，不想让特斯拉进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许他就是一个粉红，仇恨美帝，抵制洋货。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是整个国家、整个体制在跟你作对，不是说某一个停车场或者某一个物业公司而已。所以这种问题发生在中国，如果处处都变成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那么特斯拉车主就变成了二等公民。那谁还愿意去买特斯拉呢？如果我在中国，现在生活在中国的话啊，我也不可能去买特斯拉。即使我再喜欢特斯拉这个产品，我也不会去买，因为它会给自己造成很多的麻烦。而且当你被歧视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去替你说话，去为你撑腰。换句话是，当大家都在谈论特斯拉多危险，窃取我们的机密，当大家都相信特斯拉汽车是美国政府亡我之心不死的一个工具的时候，然后再加上公权力为这种说法背书，那么个人的权益就会处处遭到侵犯。本来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个人权利了，你再开特斯拉，你的权利就更少了，甚至连停车场都进不去了。这种现象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就是特斯拉会变成一个被当作仇恨的对象，它成为了中美关系不断恶化走向新冷战的一个牺牲品。那么政府知道宣传这种排外的思想，给大家灌输这种仇恨意识，是有利于维稳的，有利于大家不把矛头指向政府，而是把矛头指向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你现在在中国，你随便发一个什么东西，只要是跟外国有关系的，基本上下边就有骂声。我看到网上有人发了这个大英博物馆展出的一些文物的照片，我看起来觉得非常精美，很赏心悦目。结果这个帖子也不是什么大网红发的，光点赞就有 9.8 万，5000多次转发，还有将近3000个评论。点赞最多的评论上来就说好漂亮，还给我们。这有 1.3 万人点赞，还有不少人说大英博物馆是大英赃物馆，是强盗赃物陈列馆，而且讲这些话还获得非常多的点赞。可以说大家不需要常识，不需要理性，只需要去泄愤就好了。上次出现这种情况发生在什么时候？还在文革时候，是吧？大家根本就忽略实事求是，不要讲事实，讲的就是立场，就是情绪化发泄。大英博物馆里边到底有哪个展品是赃物，是被英国人抢去的？你拿出证据来咱们承认，但是一个证据都拿不出来，然后你说大英博物馆成千上万的展品都是抢来的，这不就是在胡说八道打嘴炮吗？但是这种打嘴炮就契合大家的心理，这种仇外的心理，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大家就会鼓掌，就会点赞，就会转发，你就可以获得流量，有流量了当然就有钱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五毛粉红们，我们下期会专门讲到他们这些人，他们是如何在中国获利的。
而且他们背后甚至还有投资者是外国投资者，他们也发现爱国生意是非常好赚钱的，特别是在这种时刻就更容易赚钱了。比如说谷爱凌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她是一个滑雪运动员而已，滑雪在中国是非常小众的一个项目，谁会真正的关心滑雪呢？但是她为什么能够这么火，就是因为她正好契合了现在的这个民族主义的高涨情绪。她作为一个混血儿，在美国长大训练的，结果报效祖国来了，为中国去赢得奥运会金牌，这一下子就激发大家的爱国情怀了，大家就去捧场了。他当然商业代言拿得手软，但是你说实话，真的有多少中国人是喜欢滑雪的，是热爱滑雪项目的，是喜欢看滑雪比赛的，跟其他的这些体育项目比起来都排不上名次。所以说现在这个时刻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刻，所以现在中国这种民族主义的高涨情绪，我们要分析到它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样啊？就像当年的这个毛泽东时代，会把对抗西方，把骂美国当做人民日报的头版，当做天天讲月月讲的事情，其实就是因为内部的困境，导致当权者必须要把矛盾转移出去。但是你不管怎么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你问题还存在，而且还在不断恶化。人们生计越来越差，希望越来越小，失业率越来越高，这都是事实，对吧？你不管怎么去骂日本骂美国，那都是打嘴炮，心里舒服一下爽一下，但是回过头来你发现家里冰箱里还是空的，那怎么办呢？你骂美日可以当做精神食粮，但是你不能当做粮食来用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网上还是有些人想方设法的去找地方去发泄不满，虽然现在互联网的审查越来越严，就防止大家去抱怨去批评，但是还是有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去表达不满。比如说央视他想给大家洗脑，让网友们跟着央视去练文笔，月亮不是我的，月光是；太阳不是我的，阳光是；四季不是我的，冷暖是。他这三段话似乎也有那么一点宣传的含义，虽然你得不到月亮，你可以得到月光，意思是你知足常乐吧。就像赵立坚之前说的，生活在中国你偷着乐吧。结果底下的人不买账，可能也看透了党媒其实是在带风向，然后点赞最多的评论，你跟着一起仿写这句话，说权利不是我的，义务是；20元268个菜不是我的，盒饭是；放火不是我的，点灯是；大 A 赚钱不是我的，亏钱是；福利不是我的，辐射是；建筑面积不是我的，公摊是；资源不是我的，节约是；电动车不是我的，头盔是；滔天的富贵不是我的，黑锅是；岁月静好不是我的，负重蠕动是；房子不是我的，房贷是；自由不是我的，痛苦是；幸福不是我的，孤独是。大家没有任何的自由空间去表达对生活对境遇的不满，但是可以通过这在下边跟贴去很隐晦的表达出来，就只要你有机会你都要发泄不满。当然这时候可能又有人说了，经济问题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遇到经济困境，其他的国家难道经济就好吗？确实从经济上来讲，在全球都现在遇到一个瓶颈全球化受到很严重的打击，各国的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供应链危机，这都是事实。可问题是，就像我之前分析的，这些五毛粉红他们只看到了一个非常表面的现象，就是大家都经济不好，不要只说中国。可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困境跟其他国家的经济困境能是一样的吗？当你事实根本就是不一样的时候，那么当然你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看待。西方的经济它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它有好有坏，这是很正常的，就像政府有时候上台有时候下台。可是中国不一样，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是它的经济成绩，如果它的经济现在越来越差，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办法继续的提高，甚至出现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粮食危机等等等等各种危机爆发之后，那么这个体制还能够存活下去吗？中国可没有像西方这样成熟的民主体制去进行调解。你不满意经济，你不满意生活，你可以把总统选下去，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党派去执政，但在中国没有这样的选择，它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为它是一个党国体制，党和国是被强行的绑在一起的。当这个党被人们抛弃或者没有办法继续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也会陷入大动荡。但是其他的国家不一样，政府下台了，这个社会不会乱，因为它可以通过民主机制去选出另外一个政党来执政。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共产党会允许一个反对党去上台去替换他们吗？他不会，他会尽一切所能去维持他的统治。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他会拉着这个国家拉着人民跟他一起陪葬。我们其实已经看到这样的迹象了。
中国日报最新的一篇报道讲到，中美洲议会在9月26号高票批准了关于中国的全国人大以常驻观察员身份加入该议会的特别协议，甚至中美洲议会还取消了台湾的立法院作为常驻观察员的地位，等于用中国的全国人大一个假的民主机构替代了台湾立法院这个真正的民主机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对此高度赞扬，说这体现了中美洲议会发展对华关系的坚定决心，而且再一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当然，中国政府在这里边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啊，国际社会从来没有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但是中国看到中美洲议会有这种做法，觉得很开心，我不觉得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么做虽然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但它实际上是在触碰美国的利益。中美洲地区是美国的后花园，是门罗主义原则当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美国是绝对不会允许一个敌对国家，过去是欧洲，现在是中国，去染指中美洲或南美洲。保留跟台湾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不少也是在中美洲。如果中美洲在中国的渗透统战之下就开始倒向中国的话，那么中美之间的冲突会进一步加剧，所以这种情况下只会让冷战进一步的升级，让脱钩进一步的加剧。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他们现在很开心，觉得这证明了这个国际社会或者中美洲认可中国而不认可台湾。其实国际社会不认可台湾的唯一的一点就是不认可台湾代表中国，对吧？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代表中国，所以国际社会其实他们不认可的是中华民国，但是并没有不认可台湾。OK，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台湾拥有自己的独立主权，拥有自己的这个民主制度，也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政府，这是全世界看在眼里的事实，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替代了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经过了几十年也基本成为了既定事实。这个现实虽然是一个令人惋惜的现实，但是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所以这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很多国家跟台湾逐渐的断交，这是一个确实很正常的事情。而且过去好几年前我就开始说，你会发现不断的减少，这还是被我说中了。台湾的邦交国确实在不断的减少，但同时我也说了，减少就减少无所谓。在台湾主权遭到挑战的时候，这些所谓邦交国说实话也派不上什么太大用场，最终还是要靠以美国为首整个欧美自由世界自由阵营由他们出面来帮台湾。中国不会忌惮这些小国，中国唯一忌惮的就是美国，或者是美日同盟，或者是整个北约。中华民国的邦交国一个都没有了也没有关系，只要台湾仍然主权在民，2300万台湾人民拥有台湾的主权，那么台湾就是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不管它的国号是什么，不管这个国号被世界接受不接受，它都是一个国家。其实更重要的是跟欧美国家加入到自由贸易体系当中，并且通过建设国防武力来捍卫台湾的主权，与美日结盟。只要做到这一点了，就基本上可以坐看中国大陆陷入混乱，共产党彻底垮台的那一天。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